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很难讲，那个到底是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它没有形，它是无限的，没有颜色，它什么都没有，可是它却 aware。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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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 Ashle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呢，我其实蛮热衷的一项活动就是冥想。那我相信很多人听到冥想或是打坐，就会已经给它一个定义，就觉得这好像是跟宗教有关。但其实呢，冥想或是打坐，这只是不同宗教给予它不同的说法。其实你不需要有宗教，你也可以进行这项活动。那我对这个东西最近很感兴趣嘛，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对这方面很有研究的 Frank。大家好。What's up, bro? Infinite, bro. Infinite, bro. That's it. 我跟他其实认识很久。对，所以就是印象中你就是对这方面有很多研究。我那时候才其实算刚开始研究到一半，然后现在已经研究到差不多可以 share 了。你已经是到顶端了吧？再说，我对，要谦虚，要谦虚。我顶端就是这里。什么意思？他都讲一些我无法理解，我听得懂他在表达什么，但是无法想象，因为我没有到那个境界。顶端应该就是可以算说无限的，哈，无限无边缘。哈。那我现在看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空的，然后全部连在一起，这个就是无限无边缘，然后无时间无空间，然后无我无你，什么都没有。好，给我一点时间。我先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开始接触冥想，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找到一个方式是可以舒压，然后可以放松我的身心。那就有听说冥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那我开始做之后，我真的也有感觉到我的心比较平静，然后我比较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研究显示呢，冥想呢，它还可以提高你的注意力、专注力、记忆力，然后还可以增加你大脑的认知能力，它还可以帮助你整体智力的增长。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项活动是可以让你变得更聪明，然后思考更快，然后又可以让你排除焦虑，那不是很棒吗？就是大家一定都要尝试的一个活动。所以我最近就是开始在研究，但是还有很多是需要学习，需要 friend 跟我们分享的。我好奇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冥想？我大概2014年的时候。哇，所以已经快7年了。快7年了，对。那一开始怎么会？一开始的话呢，是因为你知道 Elliot Hulse 吗？不知道。就是那个之前他是美国的那个 YouTuber， 那个 fitness YouTuber， 然后他那时候是 like #1 fitness YouTuber，那我就去跟他 collab， 因为很多那种 fitness 的人，他们都有研究冥想，然后他就看我那时候很急躁，因为我那时候蛮躁郁的，因为我小时候就到现在就是有那种躁郁症的基因有吧，然后他就说你 Frank 你的 energy 很好，可是如果你可以把它control 再把它 manifest 的话，会更强，就是你做什么都会更强，因为你现在的 energy 就是到处乱飞，你可能必须要把它稍微收敛一下，然后再把这个 energy manifest 在比较可以 control 的 form。那你就开始做，然后去找完它以后，我就开始上课。重点其实是你只要找一个东西，你可以专注的那个 object of meditation，你就会静下来。像那个东西可以是 breath， 可以是 可以是 body sensation， 我们等一下都会讲到。好，所以其实呢，冥想有分为2种，一种是集中式冥想，一种是开放式。那集中式就像刚刚 Frank 说的，你可能是专注一个声音，或者专注你的呼吸，你就可以让自己进入到那个状态。那另外一种开放式冥想呢，是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用身体去感受你周遭的一切流动。我这样解释正确吗？这样子是正确。其实那2个东西也可以这样讲，是 expansion 跟 contraction。contraction 就是把它弄了一个很小的点，像一个原子这样，然后 expansion 就把它扩大变像宇宙这样子。可是它那个2个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你是拿意识把它扩张到无限的像宇宙这么大，或者是把它缩小，或者像一个原子的点。可是2个其实是一样的。它都只是让你进入状态的一个方法。对。可是把它整个扩大，那个也是一种 concentration， 它也是个定。它的定是它那个英文叫做 samatha without an object， 它是定，可是它没有一个 object， 它定就是定在那个空的里面。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要把它整个放开以后，你感觉是定的。那你像你刚才说，之前建议你做 meditate 的这个人，他说是因为你很多 energy。那如果是那种本身就比较 low energy 的人，他会适合做冥想吗？也适合啊。我觉得如果你有很多 energy，跟你没有什么 energy 的话，他们两个都有他们的好处。因为其实你有很多 energy 的话，你必须要花一些比较多的心思跟能量来定下来。那如果你本来就没有很多 energy 的话呢，你定下来其实可能会比较快。可是如果你有很多 energy 的话，你也可以，如果你可以像我那个老师讲的，你如果可以把那个 energy control 的话，你 meditation 也会很厉害。就好像健身的，如果有一个人很 calm 的话，他健身的话，他有他的好处，对，他可能他就像 mind muscle connection， 他就不会被 distract。他有很多 energy， 他可能这样看到什么就做，看到什么就做，然后没有这么多 structure。那个也有他的好，也有他的坏，他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力量比较大，所以都有他的好处。那说到健身啊，你健身多久？我健身哦，好久了，大概快20年。开始有20年。那你觉得健身跟冥想有什么关联吗？蛮大的关联。怎么说？要不然我先给你看一个影片。好啊。我稍微连接到你问我的那个问题。解释你在拉的时候，你觉得你跟那个音乐结合，然后你跟整个宇宙又结合，对，就是那种感觉。哦，就是跟冥想一样。就是冥想到最后就会变这样，然后那个健身也是。所以你刚刚问到健身，所以我觉得那两个影片可以 demonstrate 健身跟冥想其实是一体的。可是健身我没有觉得我跟宇宙融合啊。可是你健身的时候，你有 mind muscle connection。对。那你现在今天如果在 train 你的 bicep，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跟 bicep 合在一起？有到那个境界过，对不对？那是一样的。像那个 fitness 的 mind muscle connection， 可是冥想等于是他在 train mind 跟 mind 的 connection，然后到最后变成宇宙跟宇宙自己本身的 connection。你要从你跟一个东西特定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一直到你觉得你跟整个宇宙结合在一起，这是需要多久的时间？我觉得讲真的吗？我觉得至少要5年到10年。但如果有些人他没办法花这么多年的时间，或他没有对这个这么感兴趣，但他只要接触冥想，他就一样可以体会到冥想带给他的好处，对不对？可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没有要到这种，对，不小心的，永远是不小心，因为我一开始就跟你们都一样，我只是想要把身体练得更好，就是把小提琴拉得更好，看书看得更快，更有创造力。像你讲的，一开始那都是我的 goal。对，一开始的 goal 就是都是一样，就是 self development。你 self development 走到最后，一定会走到冥想。其实讲真的，冥想到最后就是它把你的 self 变成零，矛盾的就是自我变成是空的以后，你做那些之前那些 self development 的东西，你的之前是从 self 的 perspective 去做它，你会做得更好。可是你要必须先勇敢的把你的 self 把它撕掉，变成零。这个就是道教的 zero 那个空。对，而且不是你的 self 空，是全部人都是空。那你觉得在前期的时候，或者说现在冥想带给你的正面好处是什么？你现在今天吃东西，你看 mindful，那个就是一种专注的方式，对不对？就是一种 mindfulness。所以你本来就乱吃，然后你现在开始看 mindful， 那个就是一种好像 metacognition。然后你开始有 mindful eating 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吃太多？你有意识知道你在吃什么时候，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跟那个食物连在一起，那个食物变成你的那个 mindfulness 的一个定的那个 object 的 meditation 的话呢，你就比较不会吃太多别的东西。因为你平常为什么我们会乱吃？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一直看电视啊，或者跟人家聊天，然后我们吃进去什么东西我们不晓得，然后根本就不会 fill 到我们的 stomach， 我们就吃不饱，就一直乱吃。你的脑没有接到那个意识，没有接到那个食物，然后食物没有被你的身体变成万。你如果想今天想别的东西，你今天在做 bicep 的话，你可能只 activate 它50% 的 muscle。那如果你今天很专注75%，那你今天冥想把它弄得很厉害，然后你再健身，你可能100%。或是90%，那你举10次90%，跟你举10次50%一样的时间，你可以长twice as much muscles。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人家说的活在当下。对，那个就是活在当下。对，然后活在当下的话，就是 perfection。像 Michael Jackson， 他每天跳舞，他可以跳到冥想那种境界。可是他平常如果没有跳的话，他就没办法。冥想的话，你可以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就是每个 moment 都很 perfect，因为都是满的。可是如果我现在不 focus 的话，这个 background 还是一直把你定着。我现在如果什么都不做，
不 focus， 他就随性的这样子一个像360度的一个意识，他有某一种定啊。那很多人他刚开始尝试冥想的时候，他会有很多杂念，他没办法定下来，会一直听到旁边的声音，或是开始脑中想别的事情。那对于这种刚开始接触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如果一开始大家觉得冥想的 goal， 就是冥想的目的地就是要不能有 thoughts， 不能有任何想法或者是一些杂讯啊，或者是思维都不行。其实那个不是 meditation 的 goal， 你的 mind 跟你的思维也可以当成 object of meditation。对，所以 thoughts 完全不是问题。所以第一个就是你就让它 thought 让它来，你就不要 push them away。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试图着要打坐，结果你开始有一些奇怪的想法飞进来，你也不要去抗拒它，不要说你不要这样想，你就让它进来，但它就好像是路边的车一样，开了就走。对，没错，像云一样飘了就走。像我一开始打坐的时候，就是嗡，然后我会有 thought 出来。跳出来的话，我说没关系，我就再回到那个 object 内心，我不会觉得说I fail， 你就知道我现在在想，你说没关系，thought 它只是 natural 的一部分，它不是你控制的。对，我有发觉，我从我刚开始冥想到现在，我好像有东西进来，就我会感觉到我现在被打扰，我被分心了，可是我马上就可以再回到那个，然后这个回到那个状态中的时间是说更短，更快可以直接进入状态。对，表示你那个 meditation muscle 有在 grow。就是我这方面又变得更厉害。对，我觉得这个能力超重要的。这个我有一个翻译叫做元认知能力，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那你会怎么建议？就他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冥想，然后现在想要开始。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每天做5分钟也好，每天做1分钟也好。对，我觉得 consistent 跟 workout 一样 consistent 最重要。你只要每天做的话，它就会开始 rewire 你的 brain， 会去想要做。你就是每天就做就对了，然后其实不要想这么多。所以我们心灵也是有肌肉的，它是可以越来越强壮。我觉得一开始的话睡得比较好，然后就那个生气的 reaction 那个东西。对，就你开始可以控制你自己。然后像我觉得我现在是可能以前一件事情会让我很生气，然后现在就变成是，就像刚才你讲的那个，我是等于是跳脱我另外一个意识在看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现在很生气，所以我要我自己干嘛生气？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所以你就可以马上把自己那个情绪抽离掉，然后就可以让自己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快乐，然后比较平静的状态。这是我觉得我做冥想之后自己获得的改变。然后我要加的就是你刚才你说的那个观察你的那个意识，其实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其实最后就是要到那个状态，那个才是真正的你。你说那个第3个眼睛吗？就是可以怎么讲？那个东西其实真的很难讲，那个到底是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像你如果去道教，他们说那个是空；那你如果去佛教的说那个就是无我的境界；然后你如果说去 Christian 的话，就说他们说那个就是 God。就是看你的 religion， 对不对？反正那个东西，因为每一个人的 true self 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个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就我一开始讲，它没有形，然后它是无限的，然后它没有形状，没有味道，没有颜色，它什么都没有。可是它却 aware， 而且它是从你小到大，你出生到现在就 aware 到现在。那是灵魂吗？你也可以说灵魂，可是我个人比较科学，跟你一样，我喜欢就说意识。说灵魂的话，人家会想到鬼。对。可是那个东西比鬼更玄，因为鬼还有一个东西在那飞样子，那个东西根本就连鬼都没有。所以，然后那个东西就是唯一你从小到大每一个人都一样的，都不会变的东西。其实冥想到最后就是要找那个。那会不会有很多人到他死进棺材的时候都还没有找过？有啊，其实很多大部分的人。其实讲真的，蛮多人到死都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也觉得这样也 OK 啊，因为其实我现在的角度看是，其实那个东西就是已经是每个人的本性，你根本不用去找。而且那个东西不是在你后面这样看它是到处都是，就是它是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它里面，在它外面，在这全部都是。你只要看得到的东西，任何认知到的东西，那个就是它，那个就是无我的真我。听得懂吗？好，那我们刚才的对话，你听得懂几趴？我就5%了。5%。听不太懂。好，没关系，你可以先从 Frank 他在他的频道拍了一支带大家进入这个状态的影片，你就是开着声音，然后听着他讲什么，跟着他做。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都在里面。好，那今天谢谢 Frank，希望到现在你还听得懂，还可以消化。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你有这种进入那个境界的基因，你如果对更深的东西感兴趣的话，欢迎等我们的下一集。那谢谢你看到现在，我们下次见，拜。